为什么有些人年纪大了，脸上密密麻麻都是老人斑，而有些人即使到了60-70岁，皮肤依然干干净净，几乎看不见斑点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遗传好或运气好吗？医生将揭开其中的秘密，说出关于老人斑的大实话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会分享在50岁之后可以多吃哪4种食物来预防老人斑的产生，让您保持皮肤年轻，脸上干干净净。首先，不要以为老人斑只是老年人的专利。事实上，据统计，40岁以上有70%的人皮肤上多少都出现了老人斑，而50岁以上的人有90%都可见老人斑的踪影，甚至有些人才20-30岁就提早发现脸上出现了恼人的斑点。可见老人斑并非像名字听起来那样非要等到老年才冒出。有些年轻人长出老人斑，其实反映出身体状况可能出了问题。那么老人斑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年纪增长会出现这种斑点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别人满脸斑点，而有些人却几乎没有呢？老人斑其实并不是某种可怕的皮肤疾病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皮肤老化现象。它的学名叫做脂漏性角化症，也常被称为瘦斑，是一种常见的良性表皮肿瘤，可以把它理解为皮肤表层细胞增生和色素沉着形成的斑块。老人斑通常表现为浅褐色或深褐色的扁平斑点或斑块，形状大小不一，表面可能光滑，也可能有点粗糙。它们好发于经常暴露的部位，比如脸部、额头、手背、前臂、颈部以及背部和胸前等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斑点的数量往往会慢慢增多，颜色变深，听起来有点吓人。但好消息是，真正的老人斑本身通常无害，不会痛，不会痒，更不会传染。它们主要影响美观，对健康没有直接威胁。很多人把老人斑称作长寿斑，因为以往多在老年人才出现，象征年纪大了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某些皮肤的恶性病变，例如皮肤癌，在早期可能和老人斑长得有点像，都呈现色素斑块。所以如果发现皮肤上新出现的斑点形状不规则，颜色异常深黑或不均，边界模糊不清，直径逐渐变大，甚至有出血溃烂的现象，那就要提高警觉，及时去皮肤科检查，确认是不是普通老人斑还是其他问题。一般来说，普通老人斑是平坦或略微隆起的棕色斑块，边界清晰，变化缓慢。而若是短时间内快速长大或颜色改变，就需要让医生鉴别一下。总的来说，老人斑本身并不会危及健康，不需要治疗，也不会自行恶化，但它们是岁月在我们皮肤上留下的印记，也是身体内在状况的一面镜子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老人斑的出现往往在提醒我们，体内正在发生一些老化或失衡的状况，特别是当年纪不算大却出现大量老人斑时，更意味着一些生活习惯或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。我们需要了解老人斑形成的原因，以及如何预防，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年过半百依然脸上干干净净的人。大多数人知道年龄增长是长老人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随着我们上了年纪，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开始下降，细胞再生和修复的速度都减慢，很多废物无法及时排出体外，于是在皮肤上积累下来，形成色素沉淀。从生物化学角度来说，老人斑的出现与皮肤中黑色素和一种叫做脂褐质，一种老化色素的堆积有关。简单比喻，就好像年轻时皮肤细胞活力强，随时把垃圾清理干净，年纪大了，清理功能变差，垃圾慢慢堆积在皮肤里，就显现为一颗颗褐色的斑点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人体内部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经历几个方面的改变，都可能促进老人斑的形成。自由基累积与氧化压力增加，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产物，叫做自由基。它们就像不稳定的化学流氓，会攻击健康细胞，导致细胞损伤和老化。年轻时，人体有强大的抗氧化防御系统，可以中和自由基。例如，体内有一种酶叫过氧化物歧化酶 SOD， 专门对付自由基。然而上了年纪，这些抗氧化酶的活性下降，自由基反而增多，结果就像体内产生了许多小铁锈，逐渐让皮肤受到氧化伤害。自由基就像在皮肤上生锈，自由基和脂质作用还会产生脂质过氧化物，最终形成棕色的脂褐质颗粒残留在细胞中。
这些棕色微粒堆积到一定程度，透过皮肤表现出来，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老人斑。简而言之，自由基越多，氧化压力越大，皮肤老化和长斑就越快。新陈代谢变慢与废物堆积，人的代谢能力在青壮年时期最旺盛，细胞更新快，皮肤中的色素，包括黑色素颗粒，能随着角质代谢不断被带走、排出。我们年轻时即使晒黑了，皮肤修复快，斑点不易沉着。然而步入中老年，细胞代谢功能明显减退，皮肤自我更新速度降低。如果黑色素或者前面提到的脂褐质废物没有被及时分解清除，就会日积月累地沉积在皮肤基底层。一开始可能只是零星小斑点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色素无法有效排出，斑点会逐渐变大、变多、变深。许多医生都指出，老人斑其实是全身老化和代谢失衡的一个外在讯号。当皮肤开始大量长斑，往往意味着体内细胞和组织的弹性正在丧失，整体老化在加速。荷尔蒙与内分泌的影响，年龄增加通常伴随着内分泌的改变。举例来说，女性更年期前后，雌激素水平大幅波动下降，会导致皮肤胶原流失和保护力减弱，可能出现肤色不均与斑点沉着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科学家还发现一种与老人斑相关的激素因子，叫 IGF-1。IGF-1 本来有促进细胞生长的作用，但浓度过高时却可能让组织提前发生纤维化，使皮肤老化加快。营养过剩，摄入过多高蛋白、高热量食物，可能导致 IGF-1 偏高，从而在皮肤上表现为老化斑点增多。当然，荷尔蒙因素比较复杂，个人体质不同，影响也不同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维持内分泌平衡对皮肤健康非常重要。紫外线伤害，如果说内在因素决定了地基，那外在因素就是在皮肤上施工绘画。其中对斑点影响最大的外因，莫过于阳光中的紫外线。长期日晒会大幅加速皮肤老化，被称为光老化。紫外线中的 UVA 和 UVB 能穿透皮肤，引发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，制造出过量的黑色素。这些黑色素本是身体为了保护细胞 DNA 不被 UV 伤害而制造的天然遮阳伞，但过多累积就形成深色斑块。很多人在脸上、手臂上最先出现的老年斑，其实可以说是长年累月日光暴晒留下的太阳烙印。如果年轻时不注意防晒，到了中老年斑点肯定比爱防晒的人多，而且出现的更早、更明显。这就是为什么皮肤科医生反复强调，预防色斑和皱纹，防晒是第一位的。除了以上这些主要原因，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会加剧老人斑的形成。糖化反应，甜食吃太多的后果。这几年医学界常提到一个皮肤老化的凶受糖化。当我们吃进过多的糖分，血液里的葡萄糖分子会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，产生一系列糖化中产物 AGEs。 这些产物会破坏胶原蛋白的结构，让皮肤弹性下降，变得暗沉，出现皱纹和斑点。而且糖化带来的伤害不止在皮肤表面，更会累及身体各器官，包括血管、心脏、大脑都会因过度糖化而提早老化。有位医生形容得很好，老人斑就是体内糖化过度的一个警讯。当皮肤上开始长黑斑，往往代表我们的心脏、脑部甚至肺部细胞也在经历类似的氧化和纤维化损伤。听起来很可怕吧？如果平时是吃甜食，含糖饮料又多，或者喜欢吃烤的焦香的食物，比如烤肉、油炸品，都会让体内的糖化反应更加剧烈。高温烹调本身就会在食物中生成 AGEs， 我们再吃进肚子里，对身体可说是双重打击。长此以往，皮肤状况自然每况愈下，斑点横生。所以管住嘴巴里的糖分，其实就是在帮皮肤减轻斑点负担。饮食营养失衡，除了糖，饮食中高脂肪、高热量的结构也会推波助澜。吃太多油腻和辛辣食物，容易让皮肤出油、毛孔堵塞，触发色素沉着。同时，高脂饮食会产生更多过氧化脂质，加速自由基对皮肤的攻击。有些中老年朋友特别爱吃肥肉、油炸物，或相反地走极端，只吃素食，缺乏蛋白质。这些都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，使皮肤更脆弱，斑点更容易冒出来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
酗酒和抽烟也会让人显老，并增加斑点。酒精代谢会产生大量自由基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喝酒的人体内的脂褐质堆积是不喝酒者的2倍，而香烟中的有害物质更会破坏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，加速皮肤老化长斑。如果一个人长期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，再加上烟酒不忌，皮肤怎能不提前报警长斑呢？睡眠和作息，别以为只有白天的阳光和饮食会影响皮肤，夜晚的休息同样关键。睡眠不足或作息混乱的人，内分泌容易失调，尤其是褪黑激素、生长激素等分泌异常，会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更加紊乱。同时，熬夜会让血液循环变差，皮肤得不到充足养分和修复，体内抗氧化能力下降。经常看到有些中老年人习惯晚睡甚至失眠，结果第二天脸色蜡黄，斑点更明显。长期下来，皮肤没有充分时间修复白天的光损伤和氧化损伤，黑色素细胞更容易失控地制造色素，加剧斑点生成。良好的睡眠就是给皮肤充电，让细胞有机会清理废物，修补受损 DNA。 如果持续睡不好，等于每天都在加速皮肤老化，想不长斑都难。慢性疾病与药物影响，有些慢性疾病也和皮肤长斑有关，比如糖尿病患者由于体内糖代谢异常，糖化反应严重，更容易长出老人斑。另外，肝肾功能不佳时，体内代谢废物可能累积，也会透过皮肤表现为斑点。某些药物，如长期服用利尿剂、抗生素等，可能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，导致光敏性斑形成，看起来和老人斑类似。中医则认为，老人斑的出现和脏腑功能衰退有关，尤其涉及肝、肾2个器官的失衡。肝主解毒，肾主黑色素代谢，年纪大了，肝肾虚弱，毒素淤滞于皮肤，斑点丛生。虽然这是传统医学的观点，但和西医提到的代谢失衡、排毒减弱其实不谋而合。综上所述，老人斑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根本原因在于年龄增长引起的生理改变，如自由基增多、代谢变慢、胶原流失等。外在原因则有日光暴晒、饮食作息不当、环境污染等等。一句话总结，当我们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时，皮肤就会说实话，把内在老化的讯号以斑点的形式表达出来。明白了这点，再回头看为什么有些人满脸斑，有些人却几乎没有，就容易理解了。正如前面所分析的，遗传体质确实在老人斑多寡上扮演了一个角色。如果你的父母长辈在中年以后脸上就很多老人斑，你出现同样问题的几率相对更高一些。这是因为基因决定了皮肤的一些特性，比如黑色素细胞活性高不高、抗氧化酶水准等等。有些人天生皮肤代谢就比较慢，或色素容易沉着，那他可能比较年轻就开始长斑。但请注意，遗传因素并非绝对，就算遗传上不利，后天的保养和生活方式也完全可以让你比父母辈更少斑、更晚长斑。反之，基因不容易长斑的人，后天如果肆无忌惮地伤害皮肤，一样可能斑点丢脸。所以，更大的差别来自于后天习惯。观察那些60、70岁依然皮肤光洁的长者，你会发现，他们往往有几个共同点：生活规律，注重防晒，饮食清淡均衡，很少抽烟喝酒，心态乐观年轻。这些良好的习惯等于是在帮身体减轻老化负担，因此皮肤也老得慢，斑就少。反观一些50出头就满脸斑点的人，往往年轻时没注意保护自己，例如长期户外工作却不防晒，喜欢日光浴，或是多年熬夜劳累，压力大，又或者口腹之欲重，爱吃甜食大鱼大肉，忽视蔬菜水果，再加上不运动导致血循差，新陈代谢慢，这样种种叠加，皮肤怎能不提早报警？一句俗话说，你的脸是生活方式的履历表。那些没有老人斑的人，未必是他们不会长，而是他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迟了老人斑的到来，甚至把已经冒头的斑点给压了下去。反之，如果人还不老，斑就满脸，通常意味着身体提前老了，需要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从前把老人斑看作自然，老了就会长，好像无可避免。但现代医学的观点告诉我们，老人斑其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防和延缓。也许到了70、80岁，仍难免出现一些斑点，
但完全可以不用在50几岁就脸上像小地图一样。如果您发现自己开始长老人斑，千万别消极地认为，哎呀，我老了没办法，而应该视它为身体给您的提醒，是时候调整一下生活方式，保养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控制哪些斑点会在我们脸上出现，以及它们何时出现，出现多少。当然，现代医美手段可以直接去除老人斑，例如透过皮肤科医生的治疗，雷射，如脉冲光 IPL、皮秒雷射等，能够击碎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，使老人斑变淡甚至消失。液态氮冷冻治疗可以将斑点组织冷冻坏死、脱落，或者化学包皮使用果酸或水杨酸去除老化的表皮细胞，也能淡化斑点。这些方法在医生指导下应用，确实能清理掉皮表的色斑，让皮肤看起来年轻光洁一些。但需要注意2点：其一，医美祛斑通常治标不治本，如果不改变造成斑点的内在因素，新的斑还是会长出来。其二，不恰当的治疗可能引起反黑或留疤等副作用，所以一定要经专业评估。与其斑点长出来再去打雷射，不如从源头防范，让斑点晚点来，少长点。预防老人斑的关键可以归纳为4个字：防晒加抗氧。防晒在前面已经多次强调，无论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每天都应做好基本防晒，尤其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阳光最强时段，避免暴晒。出门擦上适合的防晒霜，戴帽子或撑遮阳伞，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伤害。这不仅能预防老人斑，也能避免各种晒斑、雀斑、皱纹，还降低皮肤癌风险。可以说，防晒是最便宜有效的驻颜秘方。所谓抗氧，指的是抵抗体内过多自由基对我们的侵袭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饮食和作息下手，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，减少体内氧化废物的产生。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：少吃糖、油加工食品，尽量控制精制糖和甜食的摄入，避免过多含糖饮料和甜点。烹调时少用油炸、烧烤等高温方式，以清蒸、水煮、炖煮取代煎炸、炭烤，因为后者产生的中产物会加速体内糖化。烹饪时火不要开太大，不要把食物煮得焦黑。饮食要低油、低盐，适当高纤，远离反式脂肪和过度加工的食品。这样做能减轻身体的氧化负担，细胞内也会干净很多。营养均衡，补充抗氧化营养素。平日饮食中应该多摄取蔬菜水果、全谷杂粮、坚果豆类等富含维生素和植化素的天然食物，特别是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花青素、多酚类等抗氧化物质，都是清除自由基、预防色素沉着的好帮手。待会儿我们会详谈有哪些食物值得中老年人多吃，以预防老人斑。相反地，要避免营养失衡或过度偏食，比如只吃素不碰蛋奶肉，可能缺乏蛋白质和必需脂肪酸，不利于皮肤代谢。反之，每餐大鱼大肉又缺乏蔬果纤维，体内氧化压力又会升高。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保持年轻的内环境。保持良好生活习惯，规律作息，充足睡眠，适度运动和放松心情，这些都是抗老的基石。每天至少保证7小时左右的睡眠，早睡早起，让皮肤有时间自我修复。养成运动习惯，每周至少3次中等强度运动，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让皮肤得到更多养分与氧气，同时帮助身体排出毒素。在心理上保持愉快平和的心态，学会疏解压力，因为慢性压力会提高体内皮质醇等激素水平，长期看也会伤害皮肤胶原，加速衰老。有研究发现，乐观开朗、经常微笑的人，皮肤问题也比较少。内在健康了，皮肤这面镜子自然也就光亮了。做好以上这些，您就已经在和老人斑拉开距离了。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说药补不如食补。医生建议50岁之后可以多吃哪4种食物来由内而外预防老人斑的生成。这4种食物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取得的食材，长期食用不仅有助淡化斑点，还能抗衰老，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。早早把它们请上餐桌，或许就能让您的皮肤比同龄人年轻一大截。经过上面的分析，我们知道抗氧化营养
促进代谢和保护胶原是预防老人斑的重点。以下精选4种食物，可以说针对性的提供所需的营养，帮助我们吃掉斑点，延缓皮肤老化。一日3餐中不妨经常加入它们，长期坚持自然会受益。西红柿、番茄堪称皮肤的好朋友，它富含茄红素和维生素 C， 是对抗色斑的绝佳武器。茄红素是一种强力抗氧化物，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，降低黑色素生成。有研究指出，经常食用富含茄红素的食物，能提高皮肤对日光的抵御力，相当于给皮肤加了一层内服的防晒。另外，西红柿中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，而维 C 可以干扰黑色素的合成反应，淡化已有的色素，还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让皮肤更紧实。2种成分双管齐下，难怪民间一直流传吃番茄养颜不长斑。西红柿的吃法很多，生吃熟吃皆可。不过要提醒，西红柿属性偏寒，空腹大量食用可能刺激胃部，引起不适，所以最好随餐食用或经过适当烹调。熟吃如煮熟、炒熟反而能释放更多茄红素，更有利吸收。而生吃时搭配一点健康的油脂，比如橄榄油凉拌，也有助茄红素吸收。每天一个中等大小的番茄或者一杯番茄汁，对中老年人的皮肤保养很有益处。很多爱美的人甚至会用番茄片敷脸来美白淡斑，但相较之下，吃进去的滋养更能全身发挥作用。不喜欢番茄的人也可以选择红色、橙色的其他蔬果来替代，例如南瓜、红萝卜、木瓜等都富含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可帮助减少皮肤色素沉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瓜富含的维生素在加热后也不易流失，还富含维生素 E， 对皮肤保持年轻弹性非常有帮助。所以红萝卜南瓜汤或番茄炖菜都是抗斑美容的好食谱。简单来说，多吃天然的红橙色蔬果，让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茄红素守护您的肌肤，淡化斑点，养出红润好气色。您可能想不到，生姜这种厨房常备调味料竟然也是对抗老人斑的秘密武器之一。中医有句话，姜能辣百病，意思是生姜具有驱寒健胃、活血排毒的功效。而从现代营养看，生姜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姜辣素。姜辣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质，能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被称为自由基的克星。前面提到，自由基过多会导致皮肤细胞受损、色素累积，所以姜辣素通过减少自由基来减轻皮肤老化和色斑形成。有一个有趣的经验之谈，不少老年朋友试过每天喝一杯生姜蜂蜜水，坚持1年左右，结果脸部和手背上的老人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颜色变浅，大小缩小，甚至新的老人斑也很少再长出来。这个方法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可以作为参考。具体做法是用几片生姜泡开水，温热时掉入1匙蜂蜜当茶饮。生姜温中带辣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蜂蜜润泽入肺，可以协助排出体内堆积的毒素。两者搭配不仅驱寒保健，对减淡斑点也有辅助作用。不过要注意，姜性温热、阴虚火旺或胃溃疡的人不宜过量服用生姜。蜂蜜糖分高，糖尿病人也要酌量。除了泡水喝，生姜也可以入菜，炒菜时放点姜丝，不仅调味，还能让菜肴更健康。姜还有一个妙用，姜擦斑，把新鲜生姜切片，轻轻在老人斑处擦拭几分钟，每日坚持，据说也有淡化斑点的效果。这可能和姜的刺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关，不过皮肤敏感者要慎用外擦，以免刺激皮肤。总之，生姜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和驱寒剂，适当食用可以改善体质，减少体内废物堆积，从根本上减轻老人斑形成的内因。平日怕冷的人多，吃姜还能暖身，一举两得。小提示，除了生姜，许多香辛料其实都富含抗氧化物质，例如姜黄含有姜黄素，是公认的抗衰老成分。大蒜和洋葱富含含硫化合物，可以帮助体内解毒，减缓器官老化。常吃对减少老人斑也有益。上文我们提过，洋葱含硫化物，可清除体内垃圾，延缓器官衰老，因此常吃洋葱有助减少老人斑的形成。
如果您能接受这些食材的味道，不妨在日常烹调中灵活运用，为健康加点辣味，为皮肤扫清障碍。接下来介绍一味海味养生食材——海参。它被称为大海之珍，历来是滋补佳品。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海参对于皮肤保养、预防斑点也有独特的功效。海参的营养特点可以用8个字概括：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富胶质。海参体内约有50多种珍贵的营养成分，尤其是胶原蛋白、粘多糖、硫酸软骨素等含量丰富。这些物质对延缓衰老、维持皮肤弹性非常有帮助。胶原蛋白就不用多说了，是支撑皮肤结构的关键，能让皮肤保持饱满紧致。随年龄增长，胶原流失，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部分弥补。而海参就是天然的胶原蛋白来源，而且它几乎不含脂肪，不用担心热量负担。粘多糖和硫酸软骨素则有助于组织再生和修复，也具有保湿和抗炎作用，可以让皮肤保持润泽，有抵抗力。有营养学研究指出，食用海参提取物能增强细胞的抗氧化酶活性，减少自由基对 DNA 的损伤。难怪古人认为常吃海参可以健美延年。现代营养学也证实，它确实能延缓衰老，让肌肤保持年轻。对于预防老人斑，海参的价值在于提高机体免疫和修复功能，让皮肤少受环境伤害，补充胶原和养分，让皮肤有足够能力代谢废物，不易堆积色素。一些喜欢养生的长辈常年早餐吃海参，结果70、80岁皮肤依然细腻，斑很少，与这种饮食习惯不无关系。您不妨也把海参纳入食谱，比如做到海参小米粥，既营养又易消化，很适合中老年人。海参干货虽然价格较高，但每次用量不需要多，一次1小支即可，平均下来每天投入并不算太大。如果觉得海参取得不易，平常吃点其他海产品也能起到类似作用，比如海带和紫菜等海藻富含矿物质和藻胶，可以养血润肤。深海鱼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-3 脂肪酸，抗炎抗氧化，有益皮肤健康。原则就是摄入优质蛋白质来修复组织，摄入海洋食物中的微量元素来滋养皮肤。海参在这方面是佼佼者，所以列为我们的推荐食物。当然，吃海参也要注意适量，并非越多越好。一般健康成人每天食用一只中等大小的发泡海参约50克，即可达到滋补作用。过犹不及，多吃也可能消化不良。还有，如果对海鲜过敏或脾胃虚寒者，要谨慎食用海参。总体而言，海参是中老年人抗斑养肤的一张王牌，它默默地改善着你的体质和皮肤环境，让斑点不容易找上门来。最后登场的是深色食物的代表黑芝麻。自古以来，民间就流传常吃黑芝麻，头发不白，皮肤不老，可见大家对黑芝麻的养颜功效早有共识。黑芝麻为什么对皮肤好呢？首先，它富含维生素 E。维生素 E 是著名的抗氧化维生素，能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伤害，还能维持皮肤屏障，减少水分流失。重要的是，维 E 可以抑制体内不饱和脂肪酸氧化，从而降低脂褐质形成。简单说，体内维生素 E 充足时，老人斑中的那种褐色沉积物就不容易产生。所以黑芝麻凭借高维 E 含量，对预防老人斑大有益处。其次，黑芝麻富含优质油脂和氨基酸，可以滋润肌肤，改善皮肤干燥粗糙的状况。经常吃黑芝麻的人，皮肤往往细腻有光泽，摸起来柔软不干涩，这对中老年人特别重要。因为年纪越大，皮脂分泌减少，皮肤容易干燥产生细纹，而黑芝麻能滋阴润肤，减少皱纹和斑点的出现。黑芝麻还含有丰富的亚麻仁油酸，这是一种有益心血管的脂肪酸，也有抗炎抗氧作用，对全身健康都有帮助。另外，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如锌、铁、钙等和膳食纤维。锌和硒等微量元素在体内抗氧化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。缺锌时，伤口愈合慢，皮肤状态差；充足的锌则有助于皮肤代谢旺盛，不易沉积色素。而膳食纤维则帮助肠道蠕动，有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，从源头减少毒素积累，间接也能让皮肤更干净。此外，中医讲究以色补色，
认为黑色食物入肾经，肾气足则精血充盈，面色红润不斑。黑芝麻正是典型的黑色食物，补肾益精，有助于延缓衰老，淡化黑斑。因此，它成为许多养生食谱里面对抗老年斑的明星食材。如何食用黑芝麻呢？最简单的方式是将黑芝麻炒香磨成粉，每天吃上1-2勺，可以干吃后温水送服，或拌到粥、牛奶、豆浆里一起吃。也有人喜欢用黑芝麻配合核桃、黑豆等，打成养生胡粮，早晚各来1碗，健发乌发，祛斑养肤，效果俱佳。如果您有点小饿，也可以尝试黑芝麻做的小零食，比如黑芝麻糊、黑芝麻丸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养颜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黑芝麻虽好，但属于高油脂种子，热量不低，建议每日摄取量控制在1汤匙约10克左右为宜，否则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引起热量超标。只要适量，黑芝麻就能天天吃，长期吃，其养生价值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展现。除了黑芝麻，其实其他黑色食物，例如黑木耳、黑豆、桑葚等等，也都有抗氧化、抗老的作用。黑木耳尤其物美价廉，富含铁质和胶质，有平民燕窝之称，常吃能养血驻颜、淡斑祛皱。黑豆含有花青素和异黄酮，不仅对更年期女性有益，对抗击自由基、淡化色素也有帮助。民间偏方中还有用黑豆泡醋来驱除老人斑的说法。每天吃10粒醋泡过的黑豆，据说可以从肝肾入手，活血化瘀，让斑点逐渐自行变淡。这些做法的效果因人而异，但体现的原理是一致的，利用黑色食材的营养来调节身体，改善皮肤。如果您有兴趣，不妨结合自己的口味和需要，把各种黑色食物搭配着吃，为抗斑大业增添砝码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做个小结。老人斑不是毫无预兆的出现，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命运，它是岁月和生活方式在我们皮肤上的刻画。当我们看到镜子里的斑点时，其实应该感谢身体及时发出了信号，提醒我们该爱惜自己，调整生活了。透过保持良好的习惯、充足的营养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棕色的小恶魔拒之门外，或者至少推迟他们报道的时间。想象一下，10年后的你是希望自己脸上干干净净、神采奕奕，还是布满斑点，看起来苍老憔悴呢？答案不言而喻。而现在就正是决定那10年后模样的关键时刻。请记住，医生的大实话，老人斑的多寡，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今天的选择。从现在开始，给自己定下健康的生活基调，每天做好防晒，不熬夜，不暴饮暴食，多吃上述提到的西红柿、生姜、海参、黑芝麻这4大神助攻食物，再搭配其他5颜6色的新鲜蔬果，适量坚果豆鱼，远离过多的糖和油，保持运动和好心情。也许刚开始改变有点难，但当岁月流转，你会发现付出的努力都写在了自己的脸上，皱纹少一点，斑点晚来些，气色好看些，整个人年轻很多。届时别人夸你保养得好，看不出年纪时，你就会庆幸自己早早听进去了这些建议。最后再强调一句，皮肤的健康与全身的健康是相映成趣的，只有内在身体状态好了，皮肤才会由内而外散发年轻光彩。让我们从今天起善待自己的身体，赶走那些讨厌的老人斑，优雅的变老。毕竟人生下半场，谁不想做到岁月从不败美人呢？现在就行动吧！愿您50岁后依然拥有光洁如初的容颜，满满自信，享受幸福人生。